如果一个人在进入丛林后彻底消失，而在接下来的100年里，连寻找他的人也接连失踪，你会认为那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真正奇怪的是，这并不是什么都市传说，它真实发生过。1925年5月29日，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原始雨林深处，一名英国探险家写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封信。一名当地印第安信使带着这张纸条，穿越数百公里几乎无法通行的丛林，将它送往文明世界。几周后，这封信抵达了远在英国的收件人手中，那是写信人的妻子。信里的内容很简单，却令人不寒而栗。他写道，他们即将进入一片完全未知的土地，与他同行的只有2名伙伴，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来。这是世界最后一次听到珀西·福希特上校的消息。这位传奇的英国探险家，他21岁的儿子杰克以及儿子最好的朋友雷利·里梅尔，从此消失在地球上最危险的丛林之一。没有遗体，没有遗物，没有任何确凿线索。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寻找一座传说中的失落古城，而福希特给他取了一个简单的代号 Z 城。这场失踪事件后来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未解谜案之一。在随后的100年里，至少有13支搜救队进入雨林寻找他们的踪迹。为了破解福希特失踪之谜，近100人先后踏入这片原始丛林，而结果同样令人不安。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那里隐藏的危险远比想象中更加可怕，因为许多人也接连消失在了雨林深处。今天我们将讲述全球探险史上最神秘也最悲剧的一次旅程。我们会揭开珀西·福希特究竟是谁，他为何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甚至带上自己的儿子一同踏入那片未知之地。更重要的是，那座被称为 Z 城的失落文明究竟是否真的存在，还是说这位经验丰富的英国探险家最终只是成为了自己执念的牺牲品？而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先回到故事的开始，回到那个名叫珀西·哈里森·福希特的人身上。他于1867年出生在英国德温郡托基镇，这里一直以来都以航海家和探险家闻名。著名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和沃尔特·雷利都曾出生于这片土地。从小，福希特便受到探险精神的熏陶。他最初以英国炮兵军官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随后曾在斯里兰卡服役，也曾以情报人员身份在摩洛哥工作。到了39岁时，他已经成为大英帝国最优秀的地理学家和地图测绘专家之一。1906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派遣福希特前往南美洲执行首次探险任务。他的工作是测绘玻利维亚与巴西边境那些尚未被探索的丛林地区。原本预计需要2年完成的任务，福希特只用了短短几个月便顺利结束。而也正是在那次旅程中，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1906年至1924年间，福希特先后7次深入亚马逊雨林，在那里他遭遇过毒蛇袭击、敌对部落、热带疾病以及数不清的危险。他把亚马逊盆地称为世界地图上最后一块空白区域。但福希特并不是普通的寻宝者，和同时代许多欧洲探险家不同，他并不痴迷黄金和宝石，他追寻的是另一种东西，一个更大胆也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他坚信，在巴西亚马逊深处曾经存在过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甚至有可能比印加文明和玛雅文明更加先进。而那些失落城市的遗迹，或许至今仍隐藏在无法穿越的原始森林之中，等待被重新发现。当时的大多数科学家对此嗤之以鼻。20世纪初的主流观点认为，亚马逊雨林根本不可能支撑大型城市文明的发展。人们普遍认为那里的土壤过于贫瘠，无法维持大规模农业。按照当时的科学认知，亚马逊出现失落古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福希特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多年来，他不断研究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葡萄牙殖民时期留下的文献，那些资料中记录着许多令人震惊的故事。最早进入亚马逊的欧洲探险者曾声称，他们在雨林深处见过规模庞大的人类聚落，那里不仅人口众多，甚至拥有道路、桥梁以及类似金字塔的建筑。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资料被称为512号手稿，那是一份写于1753年的葡萄牙文档，后来被福希特在巴西国家图书馆发现。手稿记载，一支葡萄牙奴隶猎人队伍曾在巴西亚马逊深处发现一座巨大的石头城市遗址，文中提到高大的城墙、宽阔的街道、广场建筑以及刻有未知文字的石柱。当福希特读到这份手稿时，他几乎没有任何怀疑。在他看来，
亚马逊深处确实存在过一个失落文明，而他要做的只是找到他的首都。为了方便记录，同时避免竞争对手猜到目标地点，他给这座神秘城市取了一个简单代号 Z 城。随着寻找失落 Z 城的消息开始在国际媒体上传播，各种传闻和猜测也迅速蔓延开来。有人认为福希特寻找的是传说中亚特兰蒂斯文明在南美留下的遗迹，也有人相信马托格罗索丛林深处隐藏着真正的人类文明发源地，其历史甚至比埃及金字塔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更加古老。还有一些更离奇的说法，有人声称那里存在通往地下世界的秘密入口，也有人相信堕落天使的后裔至今仍潜伏在雨林深处。许多人坚信福希特手中掌握着一份神秘地图，而这份地图来自伦敦某个秘密神秘学组织。最疯狂的阴谋论甚至宣称福希特其实早就在之前的探险中发现了失落古城，只是刻意向科学界隐瞒了这个发现，而真实情况却既简单又更加离奇。福希特确实对神秘学和灵性学说抱有浓厚兴趣，他是伦敦一个神智学团体的成员，并且相信自己的长子杰克是一位被命运选中的人，注定将在寻找 Z 城的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信念也深刻影响了他最后一次探险的许多决定。事实上，福希特前2次寻找 Z 城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1920年，他率领一支小型队伍进入丛林，却感染了严重疟疾，不得不提前返回。途中，大量马匹和骡子死亡，他甚至被迫亲手射杀自己最心爱的驼马。1924年，他再次尝试进入雨林，然而疾病和恶劣天气又一次让计划半途夭折。第3次探险之前，福希特进行了近3年的准备，他四处筹措资金，研究路线，整理装备。最终，一群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富有赞助者为这次行动提供了经费支持，而这一次他只选择了2名同行者，其中一人是21岁的儿子杰克，年轻、理想主义，对寻找 Z 城怀有近乎信仰般的热情；另一人则是杰克最好的朋友雷利·里梅尔，同样年轻，也几乎没有真正的丛林探险经验。当时许多经验丰富的探险家都主动申请加入队伍，甚至连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都曾表示愿意同行，但福希特全部拒绝了。他刻意选择一支规模小、行动灵活的队伍。在他看来，大规模探险团不仅行动缓慢，也更容易引起敌对部落的注意。1925年4月20日，福希特、杰克和里梅尔从巴西马托格罗索州首府库亚巴正式出发，同行的还有2名巴西向导、2匹马、8头骡子以及2条猎犬。他们携带了罐头食品、奶粉、枪支、导航仪器以及用于与原住民交换的礼物。最初几周，一切进展得相对顺利。虽然探险队始终遭受酷热、毒虫和大片沼泽的折磨，但他们还是不断向地图上的空白区域深入。一路上，福希特会定期通过当地原住民信使，将简短的信件和探险进展送回文明世界。这些消息随后被世界各地报纸转载，英国、美国以及许多国家的读者都在密切关注这位英国上校前往神秘 Z 城的旅程。而在出发之前，福希特还留下了一条特殊指示：如果探险队没有按时返回，不要派人来寻找他们，因为在他看来，亚马逊丛林太过危险，他不希望自己的失踪再导致更多人的死亡。而事实证明，这句警告后来显得格外沉重，因为他们即将进入的马托格罗索地区本身就是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之一，这里全年平均气温接近35摄氏度，湿度常年接近100%，衣服穿在身上很快就会被汗水浸透，几天之内甚至开始发霉。雨林中生活着数百种有毒生物，其中包括响尾蛇、巨腹蛇以及毛头蝮等致命毒蛇。如果没有及时获得血清救治，被这些毒蛇咬伤的人往往会在数小时内痛苦死去。而河流同样充满危险，这里生活着寄生虫、淡水黄鲷鱼以及体长超过5米的凯门鳄。丛林深处的树影之间还潜伏着美洲豹，它们主要在夜间活动，尤其会袭击那些落单的人。但真正最可怕的威胁，甚至不是这些大型掠食者，而是那些几乎看不见的小东西。蚊子传播疟疾、黄热病、利什曼病以及各种致命传染病。细小的蜱虫会悄无声息钻进人体皮肤，将危险病原体带入血液。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或许是某些寄生蝇，它们会直接把虫卵产在人类皮肤下面，几周之后幼虫孵化出来，
开始一点点啃食活体组织。许多从亚马逊归来的探险者身上都发现过几十只这样的幼虫，有些人甚至花了数月时间才从这些伤口中恢复过来。除了疾病和掠食者之外，这片丛林还生活着许多原住民部落，他们与欧洲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在福希特那个时代，其中一些部落对外来白人极度敌视，而某些部落的活动范围恰好横跨马托格罗索腹地数百公里区域，几乎无法绕开。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便最经验丰富的探险家也随时可能丢掉性命。但福希特却对自己有着近乎狂热的信心，因为他确实拥有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首先，他拥有惊人的体能，即便是在最艰难的雨林环境中，他也能连续徒步30-40公里而不休息。其次，他几乎不惧怕疾病，不知什么原因，他很少感染疟疾或其他热带疾病，而他的许多同伴却经常被高烧折磨得无法行动。更重要的是，他对待原住民部落的方式极为特殊，即便遭到攻击，他也几乎从不开枪还击。有一次在玻利维亚，福希特的探险队遭遇敌对部落袭击，就在所有人以为战斗即将爆发时，福希特却命令队员拿出手风琴，随后他们开始大声演唱英国民歌。这个看似荒唐的方法竟然真的奏效了，原住民被眼前的一幕彻底弄懵，攻击逐渐停止，最后双方甚至成为了朋友。这些经历让福希特逐渐获得了一个近乎传奇的名声，人们认为他是一个无法被征服的探险家，但也许正是这种对自身能力的绝对自信最终害了他。1925年，当福希特再次踏入丛林时，他不仅带着寻找 Z 城的梦想，也带着自己永远不会失败的传奇。而这一次，传奇终于失效了。1925年5月29日，福希特写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提到他们已经抵达一个被称为死马营地的地点，整封信的语气依旧乐观。他告诉妻子妮娜，队伍状态良好，并且已经准备进入真正无人踏足的未知区域，这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讯息。从那之后，探险队再也没有传回任何消息。几个月过去，仍旧杳无音讯，恐慌与猜测迅速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头版新闻，著名探险家失踪的消息震惊全球。尽管福希特生前曾反复请求不要派人搜救，但最终人们还是无法坐视不管。1928年，也就是福希特失踪3年后，第一支正式搜救队终于出发了。这支队伍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探险家乔治·戴奥特率领，他们一路深入雨林，拜访了福希特最后一支活动区域附近的多个部落。当地原住民告诉戴奥特，他们确实在1925年见过福希特一行人，据说他们曾护送这支英国探险队来到自己领地边缘，随后福希特等人继续向更深处前进，然后便彻底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戴奥特最终空手而归，而真正的噩梦也从此开始。福希特失踪之谜迅速演变成一种全球性的执念，一批又一批探险队进入马托格罗索雨林，有些是正规的科学考察队，有些则是被名声、财富和传奇吸引而来的冒险者。1932年，瑞士探险家斯特凡·拉廷试图寻找福希特的下落，后来他声称发现了一件属于福希特的物品，一支指南针。这是失踪事件发生后首次出现较为可信的实物线索，但指南针的主人究竟遭遇了什么，依然无人知晓。1934年，美国演员阿尔伯特·德温独自进入雨林，他发誓，如果找不到福希特本人或遗体，绝不返回文明世界。结果，他也从此失踪。根据后来的统计，为了寻找福希特父子而丧命的人数可能接近100人。渐渐的，福希特本人仿佛变成了一个活着的百慕大三角。任何试图解开这个谜团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谜团的一部分。1951年，事件再次出现新的转折。巴西著名原住民事务活动家奥兰多·维拉斯·博阿斯提出了一项轰动性的说法，他声称一位卡拉帕洛部落首领曾向自己坦白，福希特一行人确实死于部落之手。按照这位首领的说法，1925年时，福希特父子和里梅尔已经筋疲力尽，疾病缠身。由于在渡河过程中丢失了大量物资，他们甚至拿不出礼物送给部落。更严重的是，据部落成员回忆，福希特似乎还曾因某种原因打过一名原住民儿童。在当地文化中，这是极其严重的冒犯行为。
愤怒的部落成员最终用长矛杀死了3名英国人。按照这个版本的说法，杰克和里梅尔的遗体被投入河中，而福希特因为年长，则获得了符合当地习俗的安葬。后来，维拉斯伯阿斯从部落手中得到了一批人类骨骼，部落声称那正是福希特的遗骸。这些骨骼随后被送往英国进行鉴定，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牙齿结构、头骨特征以及福希特的医疗记录都无法对应。科学家最终认为，这些遗骸大概率并不属于福希特。此后几十年间，这个说法不断被提出，又不断遭到质疑。1998年，英国探险家本尼迪克特·艾伦在为 BBC 拍摄纪录片期间，专程前往卡拉帕洛部落调查此事。部落长者明确否认他们参与过福希特的死亡事件。他们表示，维拉斯伯阿斯当年的说法要么是误解，要么被严重夸大了。2005年，美国记者大卫·格兰恩也来到同一地区展开调查，而这一次他听到了完全不同的版本。按照卡拉帕洛人的说法，福希特一行人确实经过了他们的领地。卡拉帕洛人告诉福希特继续向前极其危险，但福希特没有理会这些警告，他坚持带着队伍继续深入雨林。几天之后，探险队夜晚营地里的火光突然消失了。卡拉帕洛人又等待了几天，却再也没有看到任何动静。于是他们认为那支英国探险队已经遭到了更深处敌对部落的袭击，而他们自己并没有参与其中。在目前所有流传下来的说法里，这或许是最接近事实的一个版本。但关于福希特父子究竟遭遇了什么，恐怕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答案。然而，这个故事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其实并不是福希特的神秘失踪，真正令人意外的是，他很可能是对的。进入21世纪之后，考古学家在亚马逊地区接连取得重大突破，借助卫星遥感技术、激光雷达以及能够穿透植被的探测设备，研究人员开始在茂密丛林下发现越来越多人类活动遗迹。他们在亚马逊盆地发现了数百处古代聚落遗址，其中许多规模远超人们过去的想象。那里不仅有道路、广场、桥梁，甚至还有复杂的农业系统。2007年，美国考古学家迈克尔·赫肯伯格公布了一项震惊学界的研究成果。他在巴西上辛古河流域发现了一处庞大的古代城市群遗址，而那里恰恰就在福希特当年重点寻找的区域附近。这处被称为库西库古的古代城市体系，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至少由20多个相互连接的聚落组成，人口规模可能高达5万人。遗址中发现了宽达数十米的道路、防御壕沟、人工水库以及大面积农业用地。结果令人震惊，那个曾被无数人嘲笑的探险家并不是一个疯狂的幻想家，恰恰相反，他很可能是一位超前时代近100年的远见者。他寻找的失落文明真的存在，只是他自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答案，而亚马逊似乎仍在不断验证他的判断。2017年，考古学家在厄瓜多尔乌帕诺河谷发现了一套庞大的古代城市系统。研究显示，这片聚落网络存在于2000多年前，人口规模可能达到1万到1万5千人。2022年，玻利维亚亚马逊地区洛莫萨尔瓦多附近又发现了另一处大型古代聚落群。越来越多证据开始出现，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结论：亚马逊并非人们过去认为的那种原始荒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这里曾经拥有人口众多、结构复杂的文明社会。今天，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办公室里，依然挂着福希特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目光锐利，留着整齐胡须，戴着探险帽，仿佛仍在注视着地图上那些未知区域。而这张照片也在提醒后来者一件事：有时候，一个人最伟大的洞察力，也可能成为他最大的弱点。福希特本可以作为一位杰出的地图学家和战争英雄，在英国安稳度过余生。他完全可以把寻找失落文明的任务留给下一代科学家，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冒险，选择了执念，也选择了那条充满未知的道路。而这个选择最终不仅夺走了他的生命，也夺走了儿子杰克、好友里梅尔以及后来许多寻找他们的人。福希特的妻子妮娜直到1954年去世前都始终不愿相信丈夫和儿子已经死亡。在他们失踪后的近30年里，她每一年都在等待消息，等待一封信，等待一个线索，等待一个奇迹。她阅读所有关于巴西和亚马逊的报道，接见每一支从雨林归来的探险队，不断询问是否发现过丈夫的踪迹。
福希特的小儿子布莱恩后来也2次前往巴西寻找父亲和哥哥，但同样一无所获。回国后，他写下《失落的探险：寻找失落之城》一书，并在英国广受关注。进入21世纪后，关于福希特的故事被拍成多部纪录片和影视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电影《失落之城 Z》。美国记者大卫·格兰恩撰写的同名著作也成为国际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但或许福希特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并不在于他究竟死于何处，也不在于是谁杀死了他。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另一件事，一种伟大的执念，既可能成为一个人最珍贵的礼物，也可能成为毁掉他的力量。福希特终其一生都相信亚马逊深处存在一个失落文明，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那个文明真的存在。可也正是这份信念，再加上他的固执、理想主义以及对儿子的信任，最终把他带向了再也无法返回的地方。直到今天，或许在巴西亚马逊最幽深的某条无名河流旁，依然静静躺着几具无人知晓的白骨，属于珀西·福希特，属于21岁的杰克，也属于年轻的雷利·里梅尔。他们已经在那里沉睡了整整100年，也许他们梦想中的失落之城就曾经矗立在不远处，又或者他们距离答案只差最后几十公里。但这个问题或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答案，而也正是这种永恒的不确定性，让这个故事既充满魅力，又充满悲剧。